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转会瑞幸背后，一场让库迪失血的商战，为何变成了全民围观的情绪战争？当王一博成为瑞幸吉祥品牌代言人的消息官宣后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惊讶，而是库迪这下真被贴脸开大了。短短几小时内，瑞幸805块大屏欢迎王一博库迪曾因剪海报道歉等关键词迅速冲上热搜。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代言合作，却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场被全网围观的商战连续剧。而真正让这场事件出圈的，并不是王一博本人，也不是瑞幸的新品，而是大众突然意识到，如今的商业竞争早已不只是拼产品、拼价格，而是在拼谁更懂消费者情绪，谁更会做人。从库迪撤海报引发粉丝愤怒，到瑞幸高规格迎接王一博，再到粉丝阵营大规模迁徙，这场风波撕开的其实是当下中国消费市场最真实的一面，品牌正在从卖产品彻底转向卖情绪。时间线必须先捋清。2024年初，库迪咖啡因为门店撤换代言人物料时，出现了王一博头像被直接裁掉的视频，在网络迅速传播。虽然库迪随后发布声明道歉，强调只是上海某门店的操作失误，但粉丝情绪已经彻底被点燃。问题就在于这件事触碰到了饭圈最敏感的神经——尊重。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也许只是换海报而已，但对于高度情感化的粉丝群体来说，那不是简单的物料调整，而是一种偶像被羞辱的象征。而恰恰就在库迪舆论尚未平息时，瑞幸突然宣布签下王一博。这一刀太狠了，因为瑞幸没有只是签约，而是把整个欢迎仪式做成了一场大型情绪营销。全国805块大屏同步点亮，定制语音吸管，专属联名包装，全平台超规格宣发，线下门店形成刷屏式覆盖。网友一句评价极具代表性：库迪在剪海报，瑞幸在铺满全国大屏欢迎，这就是商战里的体面差距。双引号，注意，体面这个词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核心。很多人低估了这次营销的精妙程度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品牌代言转移，但本质上，瑞幸是在完成一次情绪收编。库迪犯的最大错误，并不是撤物料本身，而是在粉丝看来，他没有处理好偶像被尊重这件事。而瑞幸做的事情，几乎全部围绕一个关键词展开：我尊重你的偶像。双引号。于是粉丝的情绪立刻完成迁移。心理学专家曾提出过一个概念：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，本质上来源于情绪归属，而非功能依赖。双引号。放在咖啡行业尤其明显，因为咖啡本身已经极度同质化，冰、美式、拿铁、生椰、后乳，产品创新空间越来越有限。真正决定消费者选择的，开始变成品牌情绪。为什么有人愿意为了一个联名杯跑遍城市？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偶像代言，一次性下单几十杯？为什么明知喝不完，还要抢周边？因为他们购买的从来不只是咖啡，而是一种参与感、认同感、陪伴感。瑞幸最聪明的一点，就是他精准意识到，粉丝不是在愤怒海报被剪，而是在愤怒偶像没被认真对待。于是他反手给足仪式感。这种操作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修复，所以网友才会说，瑞幸活该赚钱。双引号。因为消费者会天然偏向那个更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品牌。
很多人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为什么偏偏又是王一博？因为在如今的娱乐圈里，王一博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流量明星，他是极少数兼具顶流粉丝购买力、主流认可度、商业稳定性、风险控制能力、长期品牌合作价值的艺人。这一点在商业市场里极其稀缺，尤其经历过娱乐圈大规模塌房潮之后，品牌选择代言人时已经变得异常谨慎。以前品牌最看重的是谁最红，现在品牌更在意的是谁最稳。而王一博恰恰踩中了这一点，他身上的商业价值并不仅仅来自粉丝数量，而是来自高度稳定的消费转化能力。双引号。换句话说，别人有热度，王一博有真金白银。业内人士曾分析，王一博粉丝最大的特点不是声量最大，而是执行力极强。品牌只要给足尊重，粉丝就会迅速形成消费闭环。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香奈儿、奥迪、安踏，还是如今的瑞幸，都愿意持续加码合作，因为他们真正买的不是一个明星曝光位，而是一套成熟的消费发动机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。随着瑞幸营销声量越来越大，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出现：咖啡品牌天天搞饭圈营销，看得烦不烦？双引号。这类评论并不少见，很多普通消费者开始反感门店被粉丝挤爆，联名周边过度炒作，产品本身被营销淹没，咖啡越来越像娱乐应援工具。甚至有人质疑，现在买咖啡到底是在喝咖啡，还是在给明星做数据？双引号。这种争议其实揭开了当下商业市场最矛盾的一面：品牌越来越依赖流量，但消费者又越来越厌倦流量。因为明星营销确实有天然问题，热度生命周期太短，粉丝冲销量可以很猛，但往往持续性有限。新品上线当天销量登顶，不代表3个月后还能维持。很多联名产品本质上都是爆发式增长加快速冷却，因此真正考验品牌的还是产品复购率。代言人风险依旧存在。过去几年，娱乐圈塌房事件太多，品牌已经越来越害怕代言人危机。哪怕王一博目前商业口碑稳定，也没人敢保证未来不会出现不可控风险。所以现在品牌越来越倾向短周期合作加高频换代言。这也是为什么消费者会觉得现在代言人像流水线一样换。双引号。产品力正在被营销掩盖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点。很多人认为，如今的咖啡品牌越来越像互联网公司，而不像食品公司。大家都在研究热搜、联名、流量、IP、饭圈，反而没人认真讨论咖啡到底好不好喝。于是部分消费者开始怀念以前那个只靠产品打天下的时代。双引号。虽然这场舆论战里，瑞幸明显占了上风，但如果因此认定库迪彻底输了，其实也不准确。因为库迪仍然牢牢抓住了一个最核心的市场：低价。很多消费者依旧坚定站队库迪，理由非常现实：便宜就是硬道理。双引号。在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，9块9依然拥有极强杀伤力，甚至很多人根本不在意代言人是谁，他们更在意哪家更便宜，哪家门店更多，哪家优惠力度更大。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库迪在舆论上吃亏，但销量并没有真正崩盘，因为咖啡市场最终还是要回归
价格、供应链、门店密度、产品稳定性。情绪营销可以拉新，但长期留存仍然靠产品。其实，比起瑞幸和库迪谁赢谁输，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件事：整个商业市场正在全面饭圈化。如今品牌的运营逻辑越来越像娱乐圈，制造话题，营造对立，刺激站队，放大情绪，强化身份认同。消费者不再只是购买商品，而是在通过消费表达立场。喝瑞幸的人觉得自己支持的是体面和格局，喝库迪的人觉得自己代表的是理性和性价比。你会发现，一杯咖啡已经开始承载价值观，而这种趋势其实正在改变整个消费生态。未来品牌竞争可能不再只是谁更好喝，而是谁更懂情绪。双引号，很多人把这次事件归因于王一博粉丝太能打，双引号，但实际上，真正推动这场舆论爆炸的是整个时代消费逻辑的变化。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情绪价值、被尊重感、品牌人格、社交认同、参与感，所以瑞幸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它只是比很多品牌更早意识到，现代商业竞争本质上已经从功能竞争进入了情绪竞争。库迪输的也不仅仅是一场代言风波，而是在那一刻，他没能接住消费者情绪。有营销学者分析认为，未来品牌最重要的资产已经不再只是供应链，而是情绪资产。什么叫情绪资产？简单说，消费者愿不愿意主动为你说话。这一点，瑞幸这次几乎做到了极致，因为大量网友开始主动传播大屏照片、联名包装、周边细节、门店打卡、粉丝晒单，这些自发传播比任何广告都更可怕，因为它意味着消费者开始替品牌营销，而这才是真正的商业护城河。不过，再精彩的营销终究会过去，热搜会消失，代言人会更换，粉丝热情也会冷却。当一切喧嚣退场后，消费者最终留下来的理由仍然只有一个：产品。因为再会做情绪，也无法长期掩盖不好喝。所以瑞幸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是，当王一博带来的流量高峰结束后，吉祥产品线能不能留下真正用户？而库迪真正要思考的是，除了低价，还能不能建立品牌情感？这才是决定未来生死的关键。结语：这场王一博转会风波，表面是代言人更替，本质却是一场关于情绪、尊重、消费认同、饭圈经济、品牌人格化的全面战争。瑞幸赢下了一次漂亮的舆论战，但咖啡行业真正的战争其实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买单，但不会永远只为情绪买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现在的咖啡品牌究竟是在卖咖啡，还是在卖情绪？明星代言真的会影响你选择一家品牌吗？瑞幸这次算高情商营销，还是趁机踩对手？库迪的低价路线未来还能打多久？如果产品一般，但品牌很会做情绪价值，你还会持续买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